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想通过这次的视频，我想向大家分享3个部分的东西。首先，第一点，我可能会陈述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项目的一个基本架构，然后我会向大家演示如何用算法去生成膜结构的一些步骤。然后最后我会向大家分享，就是我在这段时间的研究中发现的比较好玩的一些概念，我会在最后的视频当中显示出来。那 OK， 首先第一点，我这周其实主要的工作聚焦于是张拉膜结构，它算是膜结构下面的一个细分。那你可以大量的看到这样的案例在那个 Ferriotto 的设计的作品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新的知识，那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其实就会有这种构型的出现。它得益于是这种合成材料的进展以及工艺的增强，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的技术导向的一个构型。但同时，它的这个形态本身又是广泛的存在于自然当中。所以我当时非常着迷的一点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交融的口试，探索我们人类的技术和自然的这个风貌之间的一个协作和融合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也是我刚开始研究这个项目的初心。那么在研究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其实准备用三个阶段去进行推进。那首先第一点，我会在前期调研，包括制作不同的这个膜结构的一个细分的选项。那我都会从那个物理结构、制作物理模型开始。就比方说，我上周有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型。那你看到就是都是可以用生活当中随手可得的材料，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在我们完成了有一个这样的基本构型之后，我们就会用计算机进行升级迭代。那我现在在用的工具是 Grasshopper 和 Kangaroo， 它们非常的好，所有的东西都是参数化。那你可以控制不同的参数，它可以生成不同的形态，非常的有意思。所以，然后到了第3步，那我可能会采用就是形态叙事的方式。那它最终可能是要承载类似的不同的信息，它可能会有协调说，我们对未来的这个社会，关于意志和意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研究的点。OK， 那接下来我会向大家演示如何用算法和这个参数化的设计工具去建构这样的一个曲面模型。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Grasshopper Kangaroo 的一个基本界面，然后红色的部分是我之前的通过网格结构生成的一个膜的结构，然后并且做了一个它的应力的拉力的一个分析，然后右边是这个的部分，然后这个是曲面，我定义了它的曲面，然后这个是固定的点，然后这个是就可以活动的点，你可以通过这个参数去调整它，对。然后你可以在做的时候不断的去观察然后这个地方是给它的一个零的应力，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就是它是无限的要接近地面的，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就是拉力的一个来源，对。然后是这边是2个锚点，这个只是它的指令集，就说明这个要放在地上，对。然后这边是那个 Kangaroo 的一个核心的算法的构建，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开关的开关，然后你可以控制它进行演算或者不进行演算。然后这边是一个复位的按钮，然后你可以让它更新到最新的状态，如果你改变了任何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它的这个力学的原理的模型，你可以通过这个算法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去不断的调整它的上下，然后它的大小，然后你这个都是可以人为的去进行控制的。那当然这个软件还可以做到就是通过导入数据去控制参数，我觉得这个就会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玩法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就是会有不一样，然后你如果调整的这个算法建构的层级越多，那它可以控制的点和这个点的包括它的这个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参数的调整的可能性就也会越多，所以这个就是我在电脑上通过这么一个软件去搭建的一个演示过程。OK，
我觉得相信大家很那个已经知道这个的步骤。那我上周和那个 Steven 聊天，他给我向他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那我们有聊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叫做数字时代的纪念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觉得也是符合我接下来想要去推进的一个方式。那更多的情况之下，我有想到，也许它可能不是存在于实体的，它是以一个虚拟的方式存在。那同时，作为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它也许它的形态并不是稳定的，它是一直在不断变化中的。那么这个变化的诱因来自于什么呢？也许可能是人为的操纵，你自己去调整数据，但同时也是有一些客观物它自然产生的数据会对它的形态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客观的产生的数据本身其实是能够规划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是展现一些我们所观察不到的一些东西。那我大概知道现在的这个节奏是算法包是融合的。那么现阶段，我隐约的知道，其实我们是这条路是可以通达的，但是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些新的一些手段和工具，包括编程和算法。我并不是专家，所以我还是会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对于这些工具包的准备和学习上。但就如各位现在看到的，我们因为广泛所知道的原因，必须要宅在家里工作，那就是效率和生活其实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一想，就是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不是很习惯待在家里面没办法出去的工作。但我后来发现，就是确保家里面有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状态，用这个真实和虚拟相结合的方式，以及保持云社交，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但事实上，在这个项目过程推进当中，我也得到了来自不同大学的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从他们身上我有得到非常多的这个想法。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在这个项目当中推进的一个非常利好的东西。OK， 那最后我在这一段时间所看到的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概念，我会在结尾告诉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家里过得开心。